在北京参加婚礼，大家都怎么随礼的呢？国庆呢，我收到了一对新人的婚礼请柬，我既高兴又纠结。一方面吧，据说呢，按传统习俗，做媒人是不用包红包随礼的，我还应该收谢媒的红包才对的，是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嘛，哪有参加婚礼不给红包随礼的呀？这不也是对新人的一种祝福吗？真的很纠结啊！我也打听了哈，盘点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家去参加婚礼都是怎么随礼的，好像一般来讲是分2个等级，一个呢就是普通朋友、同学、同事关系，一般都是随100到1000之间。第2个等级呢，关系特别好的闺蜜、哥们儿、亲人等等啊，那随礼就比较多了。我看见的最多的有随2万的，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哈，怎么选择比较好一点。要么呢就不去吧，之前很多回我都不参加婚礼的，我就是觉得要这么参加，我还得随礼的话，我1年下来得随多少出去啊？我要是真不去吧，这俩又特别热情哈，特别想我去，那我现在吧多半是打算要去的，但是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到底我随多少礼比较合适呢？大家来给我出个主意吧。你听说过北京的单身比例吗？10个单身中有8个是女的，只有2个是男的，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你去过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你会发现有一大堆优秀单身女生的资料，而男生的呢却屈指可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在北京的条件一般的男生，如果无法在北京扎根立足的话就会回老家结婚生子。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没有买房买车也没有给彩礼的压力，一个月的工资哪怕就是5000块钱，她也够自己用了，也能在北京生活。然而呢，想在北京找个条件好的男孩却很难，因为外地女生想找本地的，而本地男生呢更愿意找本地的女生。这种情况下，本地的优秀男孩逐渐的就减少了，优秀的女孩呢倒是越来越多，好一点的男孩几乎被抢光了。而有些女生呢，即使降低了标准也不一定能找到理想对象。想要找到优秀的伴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多主动寻找渠道，遇到喜欢的男生就主动一点，别搞高冷慢热那一套，也别提彩礼，更别提那些房产加名这些事儿了，你会把自己搞得嫁不出去的，信不信由你哦。你是真的想结婚吗？84年的女士，我问了她2遍，她非常肯定的说，姐，我当然是要想结婚的，不然我来找你干什么呀？而且我这个年纪要抓紧要孩子。我看她真的是着急我就说，那好，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结婚的，而不是说找不到的话就一个人过也行的那种，那我真的要劝劝你，把刚才你说的那个择偶要求再往下降一降。她就很不解的问我，姐，为什么呀？我的要求已经降过了呀。您看我40岁，我能接受到48岁，我身高1.65米，我能接受到1.7米，我是硕士学历，我能接受对方是本科，我工作很稳定，我能接受对方在私企打工，如果在体制内可以接受收入低的，但是房子最好有2套，我自己呢也是有房子的，如果对方在私企打工，那收入得比我高一点有个50万左右就行，毕竟是40-50岁的男人了嘛，在北京挣钱还挣不到50万是不是也太差了？毕竟我自己还挣30-40万呢，房子得是全款的，这个是硬性要求，其他的都可以放低，这一项是我不能改变的我都觉得自己只剩下这一个要求了，这还算高吗？于是我就反问他了亲爱的，你换位思考一下，假定你是这个男的，你45岁，在北京有2套房子或者呢自己有全款的房子，收入在50万，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一个40岁的女人吗？他居然说为什么不能呢？我说你知道吗？这样的条件的男人，他如果想找一个20多岁、30来岁的姑娘，可能是有点费劲的，但是呢，他却是那些30岁到35岁之间的女生争抢的对象现在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条件的男人说，我会跟你结婚，我还追求你，估计就是来扎你的，或者呢就是来骗你的。他就犹豫了一下说，那我还要怎么降呢？我说，姐建议你现在最好从2种人群当中去找，一种就是年龄大你不多，经济条件呢不太好，但是性格不错，人品好，也善良，情绪价值给的很到位的那种男的，但是你可能不能指望他能给你提供经济上的价值。而另外如果你觉得经济条件那是硬伤
那你就得选择那种年龄比你大很多的，10岁以上的，未婚或者离异的都可以，甚至是有孩子的男人，但是经济条件很好。如果这2样你都接受不了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帮到你了，你只能从现在开始规划好自己未来怎么养老的问题了，明白了吗？今天有个女生问我，说那个跟男生啊相处都3个月了，但是男生呢都一直不推进关系，2个人呢每次约会呢就只限于吃饭。我就问了他3个问题，这3个月里你有主动联系过男生吗？他说我没有啊。那我又问他，那每一次约会也都是男生主动约你出去是吗？他说是的呀。那我就再问他，那你们每一次约会所有的开销是不是都是男生在支付呢？你有没有分担过一点？他说我没有啊。哎，这个有问题吗？老师，他现在是在追求我，这一点付出是不是应该的呀？最近有一个朋友啊，跟我分享了自己的2个情感经历。第一件事呢是关于他的外公，外公临终的时候啊，外婆呀趴在他的耳边说：“老陈，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好不好？”外公此时啊已经弥留之际，但是呢仍然能清楚地说出一个字儿：不。第2件事啊是关于他的父母，朋友呢一直以自己的父母相亲相爱为荣，可是有一天呀，他父母真情流露的时候说：“我俩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将就的过的，倒是老了以后啊，才生出了一些感情来。也许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人一直在等待着与你相遇。真爱也并不是只要能坚持就能得到的必需品。”你喝完了咖啡，转过了街角，迎接你的只有滚滚的车流和路人疲惫而冷漠的面孔。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在爱情婚姻这件事情上，没有一见钟情，也没有命中注定。不过呢，都是在所谓的将就中努力的尝试与磨合，最终获得的一些相对的幸福。今天啊，有个女孩问我，老师，到底是嫁给爱情好呢，还是嫁给金钱好呢？我想告诉她呀，很多人啊，2样都嫁不到。问你一下哦，你追求女人的时候是不是从来都用同一套战术？有很多男人都这样啊，他们在追女人的时候呢，永远都用一套战术。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这好使，有的时候就不好使。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咨询啊，这男士呢30多岁了，非常成功，年入1000万。过往呢他追求女生的方式呢，就是一个砸钱，也都还行哈，大部分的时候呢这还可以的。但是最近啊，他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他又如法炮制。刚接触的时候，大家感觉都比较好，女生呢对他印象也可以，挺积极的在回应他。结果呢，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嘛，大家见不上面，他呢就为了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结果呢给这女孩发了个挺大的红包，挺大的。结果呢，这女孩不但没有接他的红包，而且就因为这个事儿，决定不再跟他接触了。这个男的一下就懵了呀，哎，不知道这样错在哪里了，对吧？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正常的一个方式吗？不是女人都喜欢钱吗？你们想一想啊，天底下的女人不可能都是一个样，所以你去追求女人的时候呢，先了解一下对方啊，了解一下对方的性格，去对症下药，知道人家的喜好、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内涵等等这些，你分析一下对方大概的性格特点，你再行动啊，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老一套，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的方式的，对吧？这个时候是不是错失良机了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有钱你也不一定追得到女人呢？那女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答案啊，一定是那个能吸引她的男人，一定不是那些一上来就跪舔她的那些男的。
所以啊，男生你在追女生的时候呢，你不要一上来你马上就去讨好她啊，你不要去跪舔她，那样只会让对方感觉到啊，你太容易得到了，你完全没有价值感啊。那女人基本上啊是不会爱上一个跪舔她的男人的。有很多的女人呢，最后选择的都不是那个仅仅能对她好的啊，女人最后选择的一定是那个既对她好，又能给她带来某种价值的男人，也就是你的价值感嘛，对吧？你才能吸引得到他呀。你比如说你形象好，你长得帅啊，那他呢从感官上就能够得到一些愉悦嘛。那比如说呢，哎，你比较有钱，那你可以给到他未来一种物质上的那种安全感，对吧？或者说呢，你就很有才华，他和你在一起能得到很多成长啊，你能给到他一种让他仰慕的那种感觉啊。或者说呢，你就情商特别的高，能够给他带来无限的开心和快乐啊。做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也是很讨女人喜欢的。我就见过一个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男人，他居然能够得到女生的真爱呀。两家家族这悬殊非常之大，但是女孩啊就是不顾一切的要跟他在一起。那如果你样样都没有，那你就别说女生多么现实啦，多么慢热啦，多么矫情啦，多么难追啦。说白了就是你自己魅力不够，知道吗？有人说啊，嫁给爱情不如嫁给金钱，这个说法啊一般都来自于那些受过爱情伤害的女孩。你的想法呢倒是不错的，不过呀，你的这个想法有点太美了。你想想啊，金钱就是那么容易嫁的吗？你是不是以为那些有钱人都在家里坐等一个不爱他的人，只爱他的钱的女人呢？那到底是你傻还是他傻呀？ Looking for you. 按说美女要嫁人还不容易吗？但是啊，现在确实有一些美女啊嫁人挺困难的。比如说王小姐，她就是这样一位嫁人很困难的美女。她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她的前男友呢因为不想要孩子，所以俩人就分手了啊。之后呢，王小姐已经28、9岁了，虽然她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年龄摆在这儿了呢，没办法，不得不走上了相亲之路啊。那相了一段时间下来呢，她相到了一位富家子弟，家境很好，对王小姐呢也是一见钟情，倍加珍惜。可是啊，接下去问题就来了。交往的初期呢，因为一次意见的不合，两个人呢就吵了起来。那王小姐一气之下啊，就不理这个男生了。男生就跟她道歉也是不行。最后呢，男生给她买了一个好几万的包啊，才算把她哄好。于是这两个人就和好了。没有过多久啊，男生为了能更好的稳定他俩的关系，就跟他提出了带他去见见父母。其实王小姐呢心里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她这个时候啊，面对对自己锲而不舍的男人呢，她那些毛病啊又出来了。她跟男生要求订婚的戒指必须是10万以上的价值，男生同意了。于是呢，他们就定好了见父母的时间。就在见家长的头一天，王小姐呢又跟男生提出了一个条件，说自己的父母啊明天过来啊，肯定要谈房产加上自己名字这件事情，希望男生呢到时候能同意。这一回啊，男生可就没有那么爽快了，俩人又吵了一架。这一次啊，男生不但没有答应他，并且跟他提出了分手。这一次算是失败了吧。于是呢，王小姐又继续的相亲，她又相了一位公司的老总。因为她的样貌好看啊，老总也比较喜欢，就请她吃饭啊。他们到了商场呢，王小姐呢就跟这位老总啊暗示自己看中了柜台里的某个包，试探这位男士会不会给他买。结果又让他失望了。老总吃完了饭就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是某某某某某人的女儿的话，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那个包。这句话怼得王小姐非常的尴尬。于是呢，这一次的相亲又告失败了。后面还有一次啊，她跟一位男士啊
刚刚交换了联系方式，还没有见面呢。聊天中啊，王小姐就暗示这个男士啊，给自己买苹果14的手机。男士直接就跟他哭穷啊。所以呢，都说男人爱你啊，就会舍得给你花钱。但是你们说啊，那些觉得用钱来测试男人的方式，真的管用吗？Hello， 把我们家猫猫也露出来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好色的问题啊。大家都在说啊，这个男人啊很好色。你们以为女人就不好色吗？其实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女人啊比男人还要好色。你就举个例子讲，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个男人啊，在某个女明星的演唱会上疯狂的叫嚣啊，或喊着我爱你，最后还激动的晕倒在那个演唱会场啊？这样的男人我真的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反正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女人啊，基本上都是一片一片的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女人啊是根本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好色的啊。你看看啊，生活中一些色相很好的男人啊，他是根本不缺女人的。这也是为什么相亲市场上啊，多金的男人是很多的，但是呢，这个颜值很好的帅哥却是极少见极少见的。知道为什么了吗？我认识一个女性朋友啊，恋爱一直谈得非常不顺，换了好几任男朋友了。她跟每一任男朋友呢，都是从美好浪漫的开始，到不断的争吵，最后都是不欢而散的。其实这样的过程，你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好新奇的呀，再平常不过了，大家都会经历。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这个是这中间甚至有动手打她的男人还不止一位。他跟我讲，他跟初恋同居的时候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可以吵到凌晨，经常闹到邻居报警。最后初恋选择了放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脾气应该收敛一点。于是他在最后认识的这位男朋友面前呢，表现的还是比较温柔的，可是仍然好景不长，两人相处了半年，难道又动手打了他？他每一次因为挨打就会来找我诉苦啊，次数越来越频繁。刚开始我也为他很鸣不平啊。我们都会觉得啊，一个男人再怎么生气，你都不能动手打女人，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公众都无法容忍的事情，对吧？特别是女性。可是啊，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怎么总是会遭到男人的身体攻击呢？于是我就找到他最后的这一任男朋友啊，了解了一下真实的情况，跟我们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听完了原因，你可能会觉得啊，他真的不一定是可怜的那一方。这位朋友她是一个说话特别直接，甚至有一点刻薄的女人，这一点我是了解的，所以她这一任男朋友说的话呢，基本上是属实的。她经常啊，在因为跟对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表达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吵架，口无遮拦，没有理智，想什么说什么。他会因为心情不爽，专挑对方的缺点和自卑的地方进行攻击，在对方的伤口上使劲的撒盐，冷嘲热讽，各种打压贬低。他常常会令对方恼羞成怒的。但是大部分的男人他又不太擅长吵架，所以导致男人看到他当时那副嘴脸的时候呢，就想给他几个巴掌来应付他。我听的真的是心惊胆战的。所以我在想哈，可能我们生活中有的女人呐，她是那种说话做事都特别容易激怒别人的人，所以她才会招来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劝一劝啊，现在我们的男人呢，在女人狂怒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千万不要动手而女人呢，在恼怒的时候，你也要理智一点，别口无遮拦，什么都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说，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为什么美女也会有脱单难的现象呢？其实说白了啊，美女们其实也是很卷的。你想一想，你满意的男人，别的美女恐怕也是很满意的。当你拥有他的时候，可能还有别的人在暗中勾搭他。所以美女们也一样啊，你要有竞争的意识。最后呢，真正能取胜的仍然是性格。
而且美女们有几个硬伤，基本上是共性的。第一，她们要求极高，对男生的经济条件、身高、颜值、学历、家境、情商、智商、性格、脾气等等等等，要求都非常非常高，几近完美。第二点啊，他们说自己很慢热，其实慢热是什么意思呢？你懂的嘛，就是需要男生拿出12分的诚意和精力、时间来追求他，直到让他有好感的为止。可是呢，比他抢手的男生一听慢热就烦了，不追，放弃了。第三，他们总是站在关系的制高点上审视对方，去判断对方你做的好不好，你做的够不够，我是否对你的付出表示满意他们往往呢都忽略了自己也应该为对方付出一些什么呀，所以往往他们更容易吸引一些舔狗。第四他们被一个个的前男友都捧杀捧杀惯了的，他们的这种脾气一般都不会很好的。美女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作，但凡发现一点点问题他们就立马想放弃，然后换下一个吧，完全不想花时间去磨合去培养。所以他们呢总是在换下一个，换到自己对谁都没有感觉了，这样还怎么脱单呢？你说是不是？